这个女孩只是捡到了一瓶不明液体，随后便一口喝了下去。喝完后的女孩只感觉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便倒在了地上。醒来后竟发现身上开始溃烂，手臂长满了可怕的斑块，无论她怎么冲洗，手臂的疤痕非但没有洗掉，还长出了长长的尖刺。这恐怖的一幕吓坏了女孩，她拿起剪刀直接就将它剪掉。可事情的可怕程度还远不止这些，尖刺不但长在手臂上，连手掌上也长满了。这些尖刺甚至能够让她在墙壁上轻松爬行。而她之所以会毫不犹豫地喝下那瓶液体，是因为他们的世界已经被病毒笼罩，想要活下去就不得不随时佩戴防毒口罩。而为了能够更方便的出行，科学家又研究出了一种名叫艾瑞美德的呼吸类用药，只要喝下一瓶，就能净化人类的肺部，让呼吸变得安全纯净，从而脱离口罩的困扰。 Breathe secure, breathe pure with our remedy. Brought to you by Athera. 女孩就是以为它是一瓶呼吸类的药剂才将它一口喝掉，但一些犯罪分子为了牟利，不惜暗地里私自研发这种药物，而且还批量生产获取暴利，根本不在乎它们带来的副作用。女孩喝下的那瓶药正是男友从地下黑市偷来的三无新产品，因为他又穷又渣，既想把妹又想装，为了能够在新女友面前显露一下，他便趁药贩子没注意，偷走了一瓶不明药剂。正当他迫不及待地想给新女友尝试时，恰好被女孩看到，而发现自己的闺蜜竟把自己给绿了时，女孩并没有暴跳如雷，她只感相当无语。三人最终闹得不欢而散，只是男人临走时将药剂落在了房间，女孩就这样将它捡起来一饮而尽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药效很快就发作了，首先是头晕目眩，接着是不断的呕吐，皮肤发生溃烂和病变。女孩强撑着来到浴池，想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可体内的毒素仍在不停的蔓延，这让她痛苦不堪。而就在这时，渣男被一群药贩子追到了屋内，女孩急忙躲进了水里。原来是男人偷药的事被他们发现，他们本想逼问出药物在哪里，没想到已经被女孩喝进了嘴里。以为将药物弄丢的众人只好四处搜查，等黑心药贩子走后，女孩才从浴缸里抬起头来。她告诉渣男是自己喝了那瓶药，黑鬼很是震惊。渣男就是渣男，在得知是女孩喝了那瓶药，他立马跑就要去告发女孩，走时还不忘将门反锁。只是当他将药贩子带进来时，并没有发现女孩的身影，以为是渣男在耍他们的药贩子直接开始暴走，并打伤了他的大腿。可见这瓶药对他们有多重要，临走时还不忘威胁他，如果报警就会杀了他。等几人走后，黑鬼才发现女孩竟然躲在天花板上，此时体力不支的女孩也从天花板上掉了下来，可这渣男直接就躲开了，一点要接住女孩的想法都没有。就当女孩爬起来准备离开时，却发现门已经被反锁，女人上去就是一拳，没想到直接给门打穿了。只是药贩子还在楼下搜寻药物，并没有离去，女人只能另寻出路。她拿起吹风机站到了浴缸上面，不停击打着天窗，没想到这钢化玻璃做的天窗竟被她几下就捅穿了。听到声音的药贩子立马追了上去，而女孩和渣男也已经爬出烟囱，只是在逃跑时，受伤的小黑不慎跌落，看到药贩子追上来，女孩竟然从楼顶跳了下来，这可把药贩子吓得不轻。然而她却安全着地，没有受到一丝伤害，只是她的渣男朋友已经躺在地上没有了动静。她跑到马路上，刚好迎面开来一辆车，正当她想将车拦下来，却因为药效发作晕了过去。车上的男人下车将她救了回去，可看着女孩曼妙的身姿，男人竟然动起了歪心思。这时女孩醒了过来，她慌忙挣扎着想要摆脱男人，却不小心将其划伤。等她爬起来才知道自己的胳膊上竟然长出了一根长长的尖刺，她慌忙跑到卫生间查看，发现浑身已经长满了脓疮。害怕的女孩只能来到医院，想寻求医生的帮助，可看到女孩的样子，医生第一反应就是要将女孩隔离。可女孩现在的状况使她并不想隔离，眼看医生已经呼叫保安，女孩也只能撒腿就逃。慌乱中，她闯进一间病房，又利用手中的尖刺爬到屋顶，才躲过保安的搜查。但因为之前的事情惊动了警察，所有和药物有关的人都知道了女孩，现在药贩子也在找她。眼看自己已经无处可藏，她只好找到闺蜜，可她的病变已经越来越严重，闺蜜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。如果不是女孩喝下了药剂，变成这样子的很可能就是自己。但他们还是为了渣男的事而大吵了一架。此时女孩的电话响起，打电话的正是那帮寻找药剂的药贩子。他们约定和女孩见面，答应把解药给她。但到了见面的时候，发现只有女孩一人，他们便直接掳走了她。等她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被绑在了椅子上。但此时的女孩已经变得浑身上下都是尖刺，只是稍稍用力，她便将扎带割断。获得自由的女孩不是第一时间逃跑，而是看到灶台上放置的生肉后，选择了先把肚子填饱。可就在她狼吞虎咽地吃着生肉时，绑架她的药贩子却闯了进来。听到有人过来，女孩急忙拿起餐刀防身。正当对方想要冲上来时，女孩一口千年老痰便吐了上去，硫酸一般带有腐蚀的液体瞬间让劫匪疼痛不已。而正在此时，警察也赶到现场，其中一个药贩子把身上的药剂给了他，让他先逃，自己则要将女孩带走。可就当他们对峙的时候，警察闯了进来，
直接将女孩和要贩子一起抓获。Drop that weapon! I'm talking to you! Drop it! 原来上次渣男从楼顶失足跌落被摔死，监控拍到了女孩的身影，他们要将她抓到警局进行调查审问。可就当女孩被关进牢房后，她的身体又开始了变异，这一次不再是长出新的尖刺，而是长出了一对新的耳朵。女孩赶忙戴上帽子，想要将这对耳朵盖住。此时制药公司的科学家走了进来，看到女孩的模样，便欺骗说可以将她治好。女孩说她在电视上看到过她，所以并没有多想就答应了下来。男人将女孩带进了深山里的一栋别墅，这里正是制药公司的研究中心。男人给她注射了一剂麻醉针，就开始对女孩体内的病毒进行研究。他们发现女孩此时的 DNA 已经不再是人类的 DNA 了，但通常出现这种情况都会要了人类的小命。可女孩现在还活得好好的。于是男人来到地下室，当初被警察抓住的药贩子竟被他们关在这里，而此时他正在被人折磨。原来他就是研究这种药物的生物化学天才。男人想要让他交出药物的配方，却遭到了他的拒绝。无奈的男人只好打起了女孩的主意，他想要得到药物的配方，将这种药物卖给那些有钱的富豪，这比一瓶廉价的空气净化药水要值钱多了。没想到单纯的女孩真的上了男人的当，她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可等她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被关在了实验室里，这时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上当，直到她听见男人和别人的对话后，她才明白这一切。原来她被关起来的实验室装有一面隔音的玻璃，就像审讯室一样，只能从外面看到里面。但令男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女孩此时不但能够看见他，还能清楚地听到他在说什么。得知自己被当成了实验目标，而且无论生死，只是为了研究出他体内的病毒，女孩愤怒地拍打着玻璃，开始质问男人，而发现自己的计划被女孩听到。心虚的男人立马打开一旁的开关，释放出大量迷药，将女孩迷昏过去。就这样，女孩不得不成了他们的试验品。可第二天，2名工作人员来到房间，准备给还在昏迷中的女孩注射药剂，没想到女孩早就醒了，而且也早就割断了绑住她的带子。等工作人员发现时，已经为时已晚。轻松解决掉2人后，女孩又利用他们的指纹打开了实验室的大门，逃了出来。而等她跑到地下室的时候，正好发现了守在药贩子门口的警卫，他也是二话不说，直接将她干倒，然后把她拖进了房间。看到女孩变异的模样，药贩子也是非常惊讶，他没想到自己研究的药物真的已经成功了。女孩则愤怒地抓住他，逼问他为什么会把他变成这样。男人则向他解释，他研究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类能够有免费的药物抵抗有毒的空气，并不是像制药公司那样垄断所有的药物，而且自己也没有将配方告诉给他们。此时女孩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，他们必须先逃离这里，因为外面已经集结了一大批来抓他们的武装人员。而此时他们竟逃到了制药公司的实验室，药贩子于是拿走了一支他们的核心产品，并向女孩展示了自己药物的特性。他的药可以把女孩变成一只蜻蜓。Florascypher consueta. They're indigenous only to South Africa. You turned me into a fucking dragonfly. They're the only species in the world unaffected by atmospheric toxins. 正当他们谈论的时候，头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他们只得快速朝着外面跑去。也就在此时，女孩敏锐地发现有人靠近，而当他们将人扑倒后，才发现对方竟然是来救他们的同伙。此时女孩又发现追捕他们的警卫居然释放起了毒气，想要靠这种方法逼他们显身。没办法，几人只能顺着楼梯朝上面跑去。最后他们躲进了一间厕所，女孩又立马察觉到了里面的动静。等她小心翼翼靠过去，才发现竟然是个小男孩躲在这里，而他正是那个科学家的儿子。于是他们将他带了出去，但在走廊上还是被男人发现。没办法，女孩只能用她的儿子做威胁。可没想到男人竟然不顾儿子的安危，朝他们开起了枪。女人只好抛下小男孩，从走廊上跳下去。趁着男人换子弹的间隙，几人赶忙坐上电梯离开了这里。不一会儿，一辆面包车就从地下室冲了出来。面对众人的阻拦，司机也是毫不犹豫的就开了过去，直到他横冲直撞的冲出安保的大门时，才被一个士兵一梭子打爆了轮胎。车辆也在此时失控，翻了个底朝天。可当众人围过来时，才发现车内空空如也。此时的女孩2人已经跑过了一片树林，他们越过公路，而面对拦住去路的铁丝网，女孩用刀子轻松就将它划出了一条口。It's not just dragonfly DNA, is it? Hey! 看着逼近的安保，2人急忙逃跑。最后他们逃到了一座大坝旁。此时药贩子已经没有了力气，他将药交给了女孩，告诉她接头人的地址。
有了这种药剂提取的成分，他们就可以用自己的配方生产出想要的东西。看着眼前的男人坚毅的表情，女孩没有再犹豫，她将自己变身之前的药品交给了男人，因为她再也用不上了，然后便跳下了水坝。此时制药公司的人也赶到了这里，而变身成为完全体的女孩也最终找到了接头人。只是没想到的是，接头人竟是制药公司的核心成员。 Hello, Ella. You're Lazarus. Not who you were expecting. I wouldn't have guessed it. You didn't seem like the type to start a revolution, Angela. Neither did you.